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1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了。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
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龄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啦，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女王陛下。还是天真姐先说吧，肯定很有感触。对，就是房主任第1赛段的表演，我觉得的浓度、的烈度、的好笑程度，都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可以排进前几名的一个表演。然后其实我本来第1赛段是有点担心房主任，因为你讲你的人生故事，我怕是不是第1集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然后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持续创作者，又经历了很多很丰富的人生，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表演给到我们看见。非常谢谢你。房主任的女儿是不是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呀？他们？就别提他俩，就因为他俩，我觉得我现在血压都快干到300了，太紧张了。他们不来我老轻松了，他们一来我太紧张了。2楼是我们很多演员的亲朋好友们，也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支持他们。我是我妈的大女儿。您不会就是2女儿吧？这个就是吃那个兽医的药生的2女儿。是第1次看到妈妈在舞台上吗？看过我妈一个开放麦，第1次在这个爱奇艺，然后这么大的舞台看我妈，有点紧张了。我也太紧张了，就因为他俩来，心咕咚咕咚的跳。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说实话，我这样说有点卖惨。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闺女不说，
马上我们以后都是好日子，妈妈马上就能给你们一个家。就虽然说我妈没有生儿子吧，但是我觉得生闺女不比儿子差。说真的，对。我希望我妈妈就是能一直保持这个算是独树一帜的风格吧。我希望她能就加油，我们就是不管顺庸如何，就开心就好。希望大家听了也开心。我相信就是家人在现场，一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很紧张。但是演得很好，我想这一点观众都把热情给到了。马老师应该也是第一次现场看房主任的表演哈。对，您是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然后到他这儿他就直接 Q 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其实我知道啊，在后台嘛，我在后台，我在上台之前，我其实还信心满满的啊。结果阎鹤祥路过的时候，阎鹤祥老师一脚把我脚给我踩中了。我确实康呀，这是。就那一刻啊，我在0.01秒之间做了段数学题，我在飞快的计算，我说倒下呢，我还是身残志坚的上台来比赛，我就想倒下，我觉得我以后养老有保障了。阎鹤祥老师在后台被扣到了，说是王建国他爸爸，然后对面有个老登。明明比我岁数还大，他说刘洋带他妈妈来了。说我呢？西西，这是我妈。我心里想啊，你明明你才是刘洋他爸。马老师，我同意。因为刘洋嘛，在那个喜人奇妙夜嘛，那太子。我还太死，我那么惨。你看，这个秘密都保存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您给说出来了，哎，但是我还是很为刘洋骄傲的啊。谢谢爸爸。我也为你骄傲。谢谢妈妈。好感人的一幕啊！这是什么爱奇艺保卫战？这是。宫斗，又女王又太子。王主任，说实话，在您在台上出现之前，杨天真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王，但是今天女王易主了啊！这个没有。您那个作品里有2个地方，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慨，一个是哥哥会塌房，一个是我打辅助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需要打破那个年龄壁的，它不光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心态。咱俩都是大约有能力。你自己啊，我不了，我比你小多了，我自己是有能力打破那个年龄壁的人，好吧？所以我很为我骄傲，好吧？王主任，谢谢。太好了，谢谢房主任带给马东老师的力量。那我帮你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帮房主任去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哥哥会塌房。哇，房主任，你是女王陛下，你就是我的公主。哇，你刚刚一边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您的这个表演就是把我们从绝望中又看到希望。你说成见是座大山，然后你要翻越那座大山的时候，兔子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就是明明眼泪都在边上，突然之间又被您笑了。就像我看到你闺女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一定很为妈妈感到骄傲的。然后我看到你在台上也流眼泪了。就是有点太激动了，就是我一直激动的在哆嗦，心也跳得特别快。我一度以为我完不成这个表演，结果就是能坚持下来，有点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闺女们知道你这么棒吗？他们一直知道。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可能，也谢谢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最棒的女王陛下。谢谢。说那个打破成见的那个梗的时候，得感动台下多少兽医啊！真的。
您有这是赛场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经验和阅历，就说这些话只有您说才对。哦，还有一点，您先别怼我，我那意思。我怼男的也分年龄，还分长得好看不好看。趁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没有，就是咱们站在这台上拿着这麦克风，咱们都不是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老好人他说不了脱口秀，因为他没有观点，没有看法。然后您呢又利用自己的经验，对其实我刚才我看您演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有一个词儿叫狡黠，对，但是您的狡黠非常的可爱，我希望您能一直狡黠下去。然后也向替杨翔向您的脚道歉，对。德云社等会起单跟德云社打官司啊，要点药费。您说以后有个家都是讹人讹来的时候，要不我躺下？站，我站起来。真的被阎鹤祥踩一下还是挺惨烈的。是的。对他挺重男的，我挺女。我真道歉了，当时。我知道您为什么只准备一篇稿件了，您写的太快了。是。把这些剪吧，传吧，第3轮又有了，这是。我还仔细问过他，就这些个这种特别网络用语的词儿，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真知道，他真知道。非常精彩，我看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我们也看一下这场 PK 的结果，请黄一锦一起回到舞台中央。都是满票，结果会如何？全部交给现场的200位朋友了。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房主任189票，直接晋级，请您前往晋级区。同时，黄一锦139票的成绩，根据规则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了。离开主舞台之前，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我想谢谢几个编剧，我觉着编剧对大家的稿子都是有帮助的，然后也很辛苦。谢谢我们幕后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黄一锦暂时前往待定区，加油！不许动。我不动。那嘴动算不算动？你懂什么机灵呢？那脑子动算不算动？你脑子倒是动得挺快啊，是你手里的飞鹤、性非凡、卓瑞给你的力量吗？5大脑灵芝助力60倍大脑神经元链接速度。有了飞鹤首款定制大脑营养，宝宝动脑，我就心狂跳，就这么动死，响梗超快，谁不心动？哎，心动算不算动？你刚才何止是心动啊，你身体都这样了。那要没啥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啊。把东西放下。女王陛下，臣告退。这么好的奶粉，谁不心动呀？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决的2位演员是谁，请看大屏幕。请周大强、77移步对战区。77大家很熟悉了，上一季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演员。大强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上一轮他用这个2倍速的一种方式，横扫了很多不文明现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掌声有请朱大强。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大家回头，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
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皮肤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从小撞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越撞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又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没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一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好想的肚皮，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有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
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还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大家好，我是大强。谢谢朱大强的表演，喜欢他这段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再次谢谢大强的表演。刚开始马老师就很激动哈，说到最喜欢老头的时候，后悔自己当时的激动吗？我觉得挺流畅的，他确实是语速非常快。好，我的发言到这儿吧。但我也想问一句，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你是真的语速，就是在每一次具体的表演里啊，是真的这次语速快，还是就有点赶或者有点紧张？因为我今天有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赶。有一点，因为我可能有时候稍微紧张以后，我那个语速就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可能造成大家观感也不太好，就是没有，谢，没关系，就是。也不用总反省自己。我觉得朱大强简直是就是独闯了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赛道，就是文明监察员，像文明。每一集都在劝说大家要讲社会文明，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推动。用一种看似特别没有礼貌的表达方法。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喜欢你的，你就很像一个弹幕，然后看到一个什么，然后跑过去跟他那个讲一讲，就是很有节奏感，又很有活力，就是小钢炮，不，就这个，就是我其实倒没有觉得你有特别赶，我反而觉得这好像就是你的风格，因为你感觉就是这种急促派，有一点点，对，强输出，然后急促派，然后又就没有顿点，所以我觉得他到极致的风格也蛮好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很有活力，很有感召力。好，下次不改了这个语速。哎，那你爷爷会听吗？他耳朵不好，所以那我就放心了。还好有字幕，对，可以看。好，我也特理解这种说话，一旦快起来之后，自己就刹不住闸那种。对，那吐字很清晰，很清楚，很好。把相声演员夸口条真好 ，nice， 谢谢。谢谢。漂亮。我很喜欢这种有话直说的女孩，然后她的语速虽然快，但是我们都有听懂。那我觉得这一段最适合总结的，应该还是马东老师吧？对，是不是马东老师？是，我。您是老前锋，帅。您不老，您只是资深而已。不是，我这跟我没关系，我没有觉得这个老这件事有这么重要。但确实是我一直在整个这个作品里面，我一直在失焦，就是我觉得他针对于不文明行为和习惯那一部分，我全都听懂了，而且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失焦的那一部分是有的时候他针对了你爷爷单纯是因为年纪老的那一部分。我老在这两个里面晃来晃去。如果你能更聚焦在，比如说我就是对于不文明行为，我有一个我的看法，那我就会更清晰。聚在我爷爷那两个点上没有。可能马老师的意思我猜啊，比如说耳背不是他主动的，对啊，就是他也不想耳背，可能确实那是。就是你想说的那个东西，我们都能够 get 到。你可以往回稍微的多一些体谅。也许会更准确啊！会的，我生活中非常尊老爱老。是吧？是的。谢谢大强，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用他的自信大方，感染了很多人，我们掌声有请七七。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七七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
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去过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
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两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你们。谢谢七七的表演。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宇。先磕了一下，好尴尬呀！哎呀，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问我说：“翔宇，你怎么理解尼采？”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我后悔，知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南大。我说别吧，我都27了，我只是延毕了。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哎，耄耋南大。
啊，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老师说：“同学们，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然后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不是马老师啊，是我，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我跟你说。当时我一进去，然后那人在那儿喝水，我说老师，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他说哦，我在日本买的，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我聊的不是杯子吗？没聊你呀，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他就又来了。能理解你们年轻人，爹肯定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呀，你听哥一句劝，你懂我意思吧？太诡异了，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这我都懂，孔子、孟子。上野千鹤子，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就是让我给建议，说给应届生建议，给年轻人建议，甚至给职场人建议。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天天到处给人建议，我成专家了。妈咋的？本生专呀。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就你让我搞笑我 OK，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哎，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当作家。我送过你。哎，以前出书很难的，你想想司马迁，你现在把《史记》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说啊，这样就可以吗？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哎呀，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我看了很多，我发现无论是谁啊，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多阅读，多生活。我又不傻，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那书你都打不开。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就这么努力，在古代得是个举人。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2号线犯禁。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说翔宇，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了。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爽文，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
这你要真过成爽文，谁还看爽文？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啊，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马云说我破产了。哎呦，这种苦难文学，在这消费痛苦，不看，太压抑了，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我想拍个短剧。一觉醒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谢谢你们，我是于小雨。谢谢于翔宇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再次谢谢翔宇啊。演完了，我觉得我替祥子说一句吧，虽然好像扫射了这边很多人啊，但其实祥子还是一个挺体面的演员的，因为你们听他那个段子，不是说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名人就跨界出书。我实话实说，这个段子在我们讨论过程中有一版是这么说的：说司马迁看见这些名人出的书，说我这又算什么呢？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特好笑吗？我相信各位都是资深的脱口秀观众了，大家都能想象，如果祥子用了这个作为段子的底，一定今天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他选择没用，我个人向你表示致敬，好吧？天真姐看完什么感受呢？我觉得那个祥子这集是上劲儿了啊，我觉得好多了。谢谢啊，他刚才已经表态了，谁再惹我，把你们都杀了。非惹我全杀了。惹他的不就是咱们几个吗？庞老师帮我着补了，但是我写这个段子就因为确实没有扫成各位的意思。没事儿，哎呀，还有谁出书了？就我吧。小佳也有书。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脱口秀表演已经，我觉得又进化了。其实刚才他跟刘洋俩人都已经开始互动上了，演 sketch。我觉得以后咱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就剩俩人了，真是可以能互相这么说，啊，那不就是相声吗？哎，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真没设计，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提前是要打教主，我们甚至可能都不是一组。然后刚才庞老师说我还有一个别的底，我也特意没用，因为他书其实不算畅销书，没有卖那么好。这个是有意设计，是我狭隘了，是我狭隘了。哎呀，马老师呢？马老师看完第一次现场看祥子演出是不是？对，我第一次，我不敢给建议了哈。不敢给，对，就中年人没法给别人建议。不是您说嘛，您说，挺好，很精巧的，很多结构很精巧。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东西再说得更透一点。我的那个意思就是含着半口，这是我内心那感受，就那种。然后你前面是不是有一段那个表演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我眼睛小，有一种很藐视这个。不演了，马老师，我还想去喜人玩呢。我没说你能来啊。得罪了已经，对不起。特别好，喜剧人都有自己的坚持，一个坚持不用，一个坚持要去。对，欢迎，谢谢马老师。我也是第一次现场看祥子表演，我觉得气氛非常好，就是整个氛围感都营造出来。所以我最后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建议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地方做这个嘉宾，所以给我一点建议吧。庞老师救救我，庞老师！马东老师救救我！祥子，你评价一下佩岑。我错了，咱们往下过了。我特别喜欢看祥子窘迫的样子，因为跟他台上意气风发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再说话，我给你建议。让我走吧。好，谢谢祥子，谢谢，请先回到对战区休息。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
最后一位演员刘洋教主。这轮录制时间特别危险，有可能自己就完全赶不上，因为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快让我亲车大了！担心队友，因为刚凑齐一个团队，然后大家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赛制，然后我也不在，有一些经验没法跟大家共享。然后过2天见到面，还能再稍微嘱咐队友。其实要感谢教主，给了我很多力量，给了我很多帮助。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花45分钟解决月明的问题。教主他传授了我一些他录节目的一些心得。综艺特别像一个议论文，小论点一个事儿事例，小论点是。非常感谢我的队长，教主其实也给了我很多梗啊、想法之类的。就这些核心的这个观点，你把它揉在前面，就感觉是在说这个事儿，但实际上没说。教主真的是追着我问情况的，他会说你开放麦效果怎样啊？你稿子改成怎样啊？这样子，他真的帮了我很多。蜡炬成灰，泪始干。没有私方尽，私没有尽，终身现役了，朋友们啊，这怎么就私尽了？没有私不尽啊！问一下，你跟于翔宇俩人谁会赢？我跟于翔宇我会赢，因为我们在私底下猜过拳了。但我觉得我们上舞台了之后，赢对手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保自己表演节奏。只要这个表演节奏是对的，然后就 OK， 赢不赢都不重要。加油吧，教主！加油！加油！哎呀，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书名叫《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啊，然后，但说实话，多了很多的机会，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好吧，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就是那个角色小的，就这么说，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我就坐你旁边，一到那我说，哎，你说那就是我的角色，就那么小。但说实话，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机会难得，我就会觉得不配得。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我到了剧组，我什么都不敢干，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儿，他们就把我给换了。我甚至我不骗大家，真的，我饭都不敢吃。剧组老师说，刘老师吃盒饭吧，我说我从不吃饭。我生怕我一吃饭，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我特别紧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第一次拍它有那个麦，各位见过哈？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它离我太远了。我在想，这个麦离我那么远，我如果台词没收到，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把我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的是，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你？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突然想亲我这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他直接贴在皮肤上，这个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我太能出汗了。当然这不怪我，这怪我的基因，因为我姓刘嘛，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什么东西？又汗又潮。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然后每次都掉，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老师，表演特别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不要直接删掉。我说我有病吗？我一共3句台词，我删1句的意义是什么？我比较喜欢偶数吗？我。
然后我说，他说你看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的天啊，各位，我何止是删掉，我还怪叫啊！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逐渐消失，然后一阵沉默之后，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就在那，因为我的麦在掉。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我肚子在叫，是因为我没吃饭。我因为没吃盒饭，我叫他领了盒饭。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我说老师，开车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音响老师说：“刘老师没事儿，我给你一好东西，这个劲儿大。”我说：“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我刚进影视圈，想让我塌房。”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他说不是，这个是胸带勒的劲儿贼大。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判几年啊？你们这儿胸带是什么呢？各位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是一个肉色的皮尺，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然后记住了，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我说这也太牛了。他说更牛的是，整个剧组只有你有。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我第二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我甚至我的导口，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跟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台词尤其清晰。但是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我说不是，我改哪儿了？他说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我说不是，导演，我不理解，我来你们这儿，我要不删成偶数，要不改成变态，我是什么奇变偶不变？导演说你来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去，各位，我可太变态了，我太变态。各位，但是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我是渐变，它是怎么个过程呢？它是这样的，我是每天早晨健身，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个胸带到这儿叭就勒紧了，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吹牛了，这吹牛了，这吹牛，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但各位注意，它不是全掉，它是就掉一点。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说台词就是，你现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怎么不敢直视我呀？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这个。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我总不能拍之前说，各位开工之前我说两句啊，这个是麦克，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不光穿那女士内衣，还给内衣起名字，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麦克，好歹叫米歇尔吧。小海都只穿8小时，他一直带着。我跟音响老师说：“我说老师，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音响老师说：“我真没办法了，要不然就这样，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你把它搭在肩上，就不会掉了。”我说：“那就更像了，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我就，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哇！庆幸的是，各位，庆幸的是，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哇！因为被整个剪掉了，被整个剪掉。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能想到的，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
当时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也无所谓了，剪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反正我现在一吃荔枝就哭。从来只有妃子笑，有谁听到刘洋哭啊？那一瞬间我真的暗暗发誓，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洋，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谢谢刘洋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刘洋。我觉得又应该先问问马老师了。您现场看过教主演这个？他北京演出我去过现场。哦。啊，他北京演出就是他专场的时候我去过。比今天的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很矛盾，我只有1票。如果有能力，我想马上就淘汰他，让他回去创牌去。我就知道您抓我回去坐牢的。但是那个刘洋啊，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这观众投票去评价他的那个作品哈，但是刘洋呢，真正骄傲的，我跟你讲，他这个人真正骄傲的，真的不是他获得了什么成绩，是他健身的结果，极其有心机。你看他刚才，哎，就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个立麦就给拿起来，哎，还得横着，看吧看，哎，他叫立麦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不动。所以那个座特别沉，他就一定要这轻轻的拿起来晃一晃，这就是我跟你讲是心机。我跟你讲，真的，你跟他说，你说什么？哎呀，他的胸大肌不能够挤碎什么？他什么都能挤碎，他急了连自己都能挤碎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刘洋。但我依然还是看见了那个，就是完全不服输，然后完全不能不赢的那个刘洋啊。这样的叫棒。这儿要真的澄清一下，我是把好几次拍电影的事儿挤在一起了，并不是长安的荔枝把我删了，的确也删了，但是没有。希望大家多支持长安的荔枝，非常好的一部电影。是那个电影，不是那个剧，剧已经播了，是那个电影。对，剧也多支持，剧也多，谁也不敢得罪我。现在剧也多，话剧也支持，话剧也支持，书也支持，书也支持，书也支持，普通荔枝也支持，普通荔枝也支持。非常体面，这是。其实你想，都剪掉了，你说是哪部电影都行。对，你说你演的是下一部《阿凡达》都行。这就有点扯了。我现在就是从一整场看下来，我的内心就觉得大家其实都是 hold 住全场的。其实每一段表演，每个人都是自己舞台上的主角，所以大家来做这个所谓的竞赛节目，我觉得刚刚我们有看到有些人暂时离开了舞台上，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你们都已经是自己的第一名，然后你们在舞台上就是最闪耀的了。所以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精彩的秀，我今天非常非常的享受，我觉得很感谢我可以坐在这里欣赏这么精湛的表演。你们都好棒，真的。大林呢？因为大林现在这个各种影视也是，他说的这个事儿会唤起共鸣。确实有共鸣，但我也没系在这儿过，你知道吧？我们有系在腰上，系在腿上，你还往这儿系啊？你是诚心的吗？该不会那音响老师是个变态吧？不过没关系啊，我永远捍卫你穿这个的权利。谢谢，支持刘洋穿衣自由。Yo, my bra， 他也养上了，你看这 brother, my brother。好。而且我觉得佩森姐，其实您不了解刘洋，刘洋一定不是要做自己的第一名，他就要做所有人的第一名。不好意思，真的做不了了。哎，那刘洋是那种会就有焦虑的情绪发朋友圈的人吗？我不会发，我就给刘仁成朋友圈点赞。刘仁成天天说要淘汰，我就很开心。我说那我们组可以选他们组。刘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心中有一种版图，他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去完成。然后他比如说这边参加完喜剧节目，这边要去脱口秀，那边要写书，那边现在要去攻打影视那个城池了。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无穷无尽的征服，然后要把一块一块版图收入囊中。你最后要干啥？反正我死都不去再见爱人。